放你出去后，你默数20秒后摘下眼罩，立即打车到马尼拉国际机场。如果你还在菲律宾停留，不管是否报警，我们都会干掉你。绑架他的是菲律宾当地绑匪集团东方监狱，他们拿到100余万元赎金后，第二天仍没有放他走，而是第3天凌晨才释放他。此时依然没有脱险的邹峰如何逃离马尼拉？此前的公开报道中，在菲律宾被绑架的人最终要么遇害，要么受伤，要么没能追回多少赎金。而在那梦魇般的几天里，邹峰都做对了什么？绑匪竟然会放走他，使他成为首个在菲律宾被绑架后死里逃生，没有受到伤害并追回大额赎金，得以公开自己遭绑架经历的中国人。邹峰于2022年11月13日从杭州飞至澳门，再经香港，于11月15日凌晨0点20分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。当时因为疫情原因，无法从国内直飞北美，他原本是想绕到马尼拉经韩国首尔再飞北美，没想到这次借道却成了一场生死较量。他住进了繁华马尼拉海湾的高端酒店，每晚约1500元人民币。在这样高端的酒店里，他是如何被绑架走的？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事情已经过去近2年，当时的惊心动魄已随时间的远去而逐渐淡化。他心情平静而思路清晰地向记者复盘了那段劫后余生的往事。受害者曾多次去过菲律宾，但之前去的都是旅游目的地。当2022年11月再次抵达马尼拉时，马尼拉海湾霓虹闪烁，第1天至第4天选择的酒店是当地最好的酒店之一，酒店内奢华而宁静，却未曾想到这里会成为噩梦的起点。在酒店用餐时，一对以夫妇形象出现的男女与他偶遇，男方自称是东北朝阳人，女方自称是广东人，长期生活在菲律宾。由于他们言谈举止间流露出一股亲切感，加上他们自述在新疆做电子产品生意和业务有关，夫妇俩又邀请共进晚餐，餐桌上他们谈笑风生。这顿饭相安无事。11月19日，夫妇中的男子再次邀请，这次是单独聚餐夜宵中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20日凌晨2点就餐结束， A 就说会送他回酒店。送他们来餐厅的车辆停在门口不远处，旁边还有一辆车。奇怪的是，那辆车副驾上多了一名菲律宾女子，就和 A 上了后排座位。车辆开始行驶，突然间一股很大的力量从背后箍住了脖子，后备箱至少藏了2名男子。约他吃饭的 A 也动手了，他蒙住眼睛并狠狠地打了2拳，随后就被戴上眼罩、手铐、脚铐，还被用塑料炸弹类似的东西从后拉住脖子，被后备箱的男子简称 C 牢牢锁在靠背上。这时受害者终于反应过来，被绑架了。被控制住后， A 迅速下了车。下车后就有人上车开始搜身，将他身上手机、手表和随身挎包拿走，挎包内有40万左右菲律宾比索，约5万元人民币。其实副驾上坐一名当地女性，是为了让她不得不选择坐在后排位置，以方便躲在后备箱的绑匪控制。绑匪开始问各种问题，包括行业、来菲律宾做什么等。他们还问手机密码、Apple ID 密码和酒店房间号码。考虑到人身安全，不得不说，大概2个半小时左右，终于停了下来。此时应该是离开了马尼拉。他们开口就要求凑齐100万元人民币，如果凑不到，每少10万元就剁1根手指。绑匪将受害人称作牛，而关押牛的屋子被称为牛房。在这个牛房里，邹峰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噩梦？他又是如何与绑匪周旋的？受害人说，关押的牛房大约3至4平米大小，瓷砖地面，有一扇防盗窗，没有床。这个过程中一直戴着眼罩，因为我害怕看到他们的脸会让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境地。但绑匪 B 主动说可以摘下眼罩。 B 似乎是这伙人的头头，约莫40岁出头。
他没有戴口罩。他说：“不要紧，因为我一辈子都不打算回中国了，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你看到我，认出我的样子。我相信你以后也可能不会再来菲律宾了，即使你再来了，你也干不过我。”据他所说，在菲律宾绑架，他做了好多年，买了一座岛，还娶了菲律宾老婆。目前负责2个行动组，已经是佛系绑匪，希望尽快退休。公司则希望他带出2个团队再退休。但年轻的 C 就害怕有人看到他，一直戴着口罩。只要他出现，一定会强调戴好眼罩。C 是主要打手，多次踢打。听绑匪说，他们抓错了人，他并不是他们老板要找的人，但绑匪们也不想白跑一趟，要求在30个小时内凑够100万元，少10万元多一根手指。从明白被绑架那一刻开始，受害者拼命装穷，坚持一种说法：没钱，但是愿意去借。但绑匪说，100万元是他们的底线，不可能再少。这些绑匪并不希望给国内的家人或朋友发信息筹钱，他们最希望的是身上就有，可以直接给他们。绑匪会根据聊天记录指定一些人借钱，虽然可以联系国内认识的人，但每一步必须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操作。除了指定借钱对象，他们还删掉了一些人的联系方式。比如在酒店有一个当地对接人，拿到手机后没有第一时间联系家人，他主要是找朋友和生意伙伴借钱，其中部分打了钱，部分推测可能遇到了什么事，一边采取拖延。这期间，受害人手机上所有能借贷的都让绑匪借了个遍，全程都是他们拿着手机操作。在借钱期间，他们还派当地人去住过的酒店房间，将房间内所有东西转移了，包括300万韩元和1万港元。在绑匪提出的30个小时快到时，还没有凑够100万元。这时，绑匪开始激烈的恐吓和施暴，如果当天凑不到100万金额，他们马上用雪茄刀切手指。这时候不得不紧急联系家人打够余款。当所有赎金到位，他们不停地转钱。出来后才得知，他们还用2张信用卡分期操作了30余万元，这些钱受害人并不知晓。绑匪称，来自东方监狱令邹峰感到意外的是，负责调他的男子之前竟也被这伙人绑架过，那他为何被绑后也成了绑匪？是被胁迫还是为了利益？以前邹峰也听说过东南亚一带有绑架事件，但一直觉得这些事离他很远。后来邹峰才明白自己为何成了当事人。22日，他们没有让受害人筹钱，也没有放走，其实是因为到位的钱及时转出，24小时之内还可能被反诈追回，所以所有钱到位后再把牛留至24小时是他们的标准操作。B 透露，他们的公司叫东方监狱，有着多样化的业务，包括诈骗、网赌、绑架等。他的老板负责绑架，下辖4至5个行动组，同时可以执行多起绑架，并带有威胁意味地说，在菲律宾绑架非常普遍，报警没有用，他们干了5年，从来没有出过事。菲律宾的绑架团伙原本确实是黑吃黑，目标是在当地做黑灰产的中国人，但随着做黑灰产的因为被打击也不好赚钱了，再加上别人警惕性也开始提高，于是开始瞄准从中国过去的差旅人士、游客身上。此外，他们还会在直播平台充当大哥，引诱女主播去菲律宾，下飞机直接绑走。C 则称他是犯下命案后偷渡至菲律宾的，他的打算是靠这个赚几年快钱，然后去新加坡买房生活。D 看起来年龄最小，他也称自己是犯下情杀命案后偷渡至菲律宾，在菲律宾购买他人护照获得身份。据他们介绍，他们还有专门负责引诱上当的外线组，负责寻找目标并接近，与行动组在绑架车上交接。负责跑腿的是外勤组，还有负责放人过程的善后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绑匪提到，前面在酒店套近乎的男子也是之前被他们绑架过的人，现在帮他们物色对象。如果绑架成功，应能获得总金额 30% 的分成。这时，绑匪开始游说受害者加入，
帮他们物色对象，并能成功绑架，也可以获得相应分成。以受害者的赎金100万元为例，前期引诱的那个人可以拿到约30万元。实施绑架的这4个人，打手可以分到3万至5万元，小头目分到10余万元，剩下的就给更大的上级和组织者。前面说要去新加坡买房的那个年轻打手 C 说，他们差不多1星期做一起，对于他这种级别最低的打手来说，1个月最多能拿到20万元人民币。这伙绑匪几乎只以中国人为目标。在赎金到手后，绑匪把邹峰放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度假村门口，行李箱和背包也交给了他，让他默数20秒后才能摘下眼罩。邹峰发现他的护照和通行证都放在背包里安全的位置，包里被塞了3万比索现金，约合4000元人民币，还给了他一个手机，手机上登着他的微信。在众多绑架目标都被撕票的地方，这些绑匪为何还要给邹峰遣散费和手机？他们是良心发现，还是别有原因？获释后的邹峰惊魂未定，他告诉美京记者，此刻仍面临着未知的危险。被绑架后，经过3天4夜的煎熬，绑匪终于准备放了受害人。但在放之前，绑匪对受害人提了一些要求，放出去后要默数20秒后才能摘下眼罩，立即打车到马尼拉国际机场，不能在菲律宾停留。如果他们得知还在菲律宾，不管是否报警，一定想办法干掉我。被放后，受害人环顾四周，发现一名50岁左右的菲律宾男子身着保安制服，看着邹峰。远处一个麦当劳标志，路上也没有出租车，就向着该标志方向行走。这时，这保安制服的男子向他摆摆手，意思是走错了。他意识到这是他们的人。我上前用英语询问应该如何打车，男子也用英语告诉他这里没有出租车，需要坐当地的摩托车，他可以帮他叫。期间，受害人看见一辆 SUV 车多次经过，他觉得是劫匪的车。随后，保安带着一辆摩托过来，告诉他300比索到国道边有出租车的地方。邹峰上了车，也看不清摩托司机的面貌，他用纱巾包着脸。过了10多分钟，被送到了国道边，交给了一个出租车司机。这名出租车司机开车途中一直不停地观察，掉头，像是在甩掉跟踪的人。他把我送到了一个当地的汽车站，交给了一个小巴司机。受害者分析了一下，绑匪给证件和钱的意思，应该是让我赶紧离开菲律宾，不要逗留，也不要在当地报警，这样他们更安全。受害人是他们绑架的为数不多的中国游客，他们也只是想试试水深水浅。这些人以前绑架黑灰产的时候，有一个通用话术，就是菲律宾国反绑架大队 AKG 不接受中国人直接报警。但其实这个说法是假的，他们是吃准了那些从事黑灰产的人不敢走这个途径，只能忍气吞声。把护照还给邹峰，甚至还给了新手机和钱，其实都侧面说明了他们也害怕在当地报警。23日晚上12点左右，受害人到达首尔，告别了9天梦魇般的马尼拉旅程，终于安全了。几天后，直接从首尔回国了。这段经历一生都难以忘记。事后统计，因为这个绑架事件，受害人的实际赎金在150万元左右。最后通过中国警方的努力，追回了40多万元人民币。这是因为当初按照绑匪要求往境外汇款时，需要将赎金先打到境内的一张银行卡，他们用这张卡将钱转往柬埔寨，再通过那边的赌场把钱洗到绑匪手里。这些资金中转涉及手续费，最后被追回来的，也就是还留在国内的那些手续费。警方通过冻结这些国内的收款账户，将钱追了回来。不过，警方立案的事由是电信诈骗，因为在国内报案的是邹峰老婆，且他当时向绑匪指定的不明身份账户支付了几十万元赎金，相当于是受害人的老婆被电诈了，而且电诈的破案优先级也比较高。要知道，除了要赎金，绑匪还试图把人卖掉。最近2名中国医疗器械行业人士在菲律宾遇害之后，又传出3人在该国一家酒店遇害。
东南亚多个国家常发生绑架案，这些地方还可以去吗？如果不得不去菲律宾等地，又该如何防范绑架？被绑架后，如何与绑匪沟通才能保证生命安全？邹峰被绑时，他们一度在照着一个模板问邹峰问题，包括如何入境、以前在国内做什么、会不会英语等等。他那位曾常驻菲律宾外交机构的朋友帮他分析，这些可能是买方那边列出的问题。幸运的是，因为邹峰是用美国签证入境菲律宾，只能在当地逗留7天，且无法转成长期签证，一旦逗留时间超期就会被列上黑名单。加上年纪比较大，所以最终没有被卖掉。但如果是旅游签证入境，就可以把我的签证延期，最后转成工签，这样的后果就是极有可能被卖到电诈园区。上面提到的曾常驻菲律宾某外交机构的朋友也说，菲律宾很多绑架团伙最开始干的事情都跟当地电诈产业有关，比如为园区提供保护、追打逃跑的人、暴力追债等等。但随着电诈生意不好做了，以及疫情期间的环境变化，一部分人就开始干起了绑架的生意。回国的时候，邹峰把绑匪用来蒙他眼睛的眼罩带回了国，用来提醒自己以后出门千万要小心。到现在，他都会时常想起那些绑匪跟他说的一句话：中国人就是走在大街上的 ATM 机。他在此提醒大家，绑架案在菲律宾太常见了。就如何防范绑架，以及绑架后如何保住生命，他根据自己的经历，以及他朋友对菲律宾的了解，在此与大家做一些分享。1. 有当地人告诉他说，他们在菲律宾被人传授的经验包括走在街上，不要走在人家屋檐下，不要走在停好的车辆旁边等等，要防被拖到封闭场所。2. 在菲律宾活动，除了最核心的 CBD 区域、酒店、需要去的工作地等，不要随便去其他任何地方。交通也要尽量搭乘公共交通或自己预约的交通工具。3. 千万不要上对方预约或派来的车辆，不去对方安排的场所洽谈业务，尽可能在自己预定的场所和公共场合与人见面。4. 至于东南亚方向，像菲律宾、柬埔寨及泰国的部分地区，非必要不要去。5. 即使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差，如果看到街区有很多涂鸦，街上有很多流浪汉，也要格外注意。如果晚上没有看到单身女性在外活动，这种地方可能就不安全，晚上一定不要离开住所。6. 大多数绑匪都是为了谋财，与绑匪周旋时，首先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再会。